欢迎来到智能杠杆 AI 与 ESG 驱动永续发展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美芳。今天的智能杠杆节目要带大家从智慧机械这个领域，听听新技术是如何为企业解决问题的。在先进的技术仍然是一种服务，必须要创造出价值，更能够来帮客户加值。那么如何做到呢？一定是大家感到有兴趣的话题。因此，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新代科技施正修特助，还有黄群凯副理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共同探讨。首先，请新代科技施正修特助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美芳姐好，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也欢迎我们的黄群凯副理，群凯跟大家打声招呼。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邀请到两位呢，希望深入来谈谈机械手臂在客户服务方面的表现。那么提升效率和满意度的关键会是什么呢？请两位来分享。那由我先来讲好了。其实新代集团，其实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视服务的。那我们的口号叫做最值得信任的电控伙伴，因为我们的控制器是装在设备上，那设备在工厂中运营，它对工厂的老板来讲，其实就是印钞机。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停下来。所以对新代来讲，这个及时的到服务是我们这30年来非常非常重视的。所以可以看新代集团的通路，我们主要80%以上都是直销，不管是在中国、在台湾、在世界各地，我们都是以直销，因为我们觉得透过直销的通路，我们可以更精准的掌握客户的需求、客户的痛点。那提到有了机械手臂之后，对于我们的服务有什么样子的提升呢？其实这几年来，我们感受得非常深。以前我们在帮客户服务的时候，我们只能帮客户解决他设备的问题，比如说，设备停下来了，我们帮他检查警报，帮他看控制器有没有问题，帮他看驱动器有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其实工厂的老板他面临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他缺工，招不到人，他希望提升营运的效率，他希望可以导入 ESG， 他希望可以导入云端看板。那有了机械手臂，有了联达产品之后，其实我们的人去服务、去维修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帮客户解决他的设备的问题。我们还更跨一层，帮他解决他工厂的问题，比如说，他需不需要机械手臂单元？他需不需要我们的 ESG 的方案？需不需要我们的云端软体？所以这对我们的服务，在手臂的加持之下，其实是非常的有帮助的。OK， 这个部分你有要补充吗？我想在客户服务这一个部分，我从2个方面来看。那其实在我们的一个机械手臂的一个产品部分，除了标准产品以外，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提供这个客制化的一个服务，也就是说，根据客户他的一个特殊需求，我们来帮他开发这个专属的一个功能，让这个机械手臂它可以很快的去融入现有的这个生产的一个流程当中。我想这个一部分可以协助客户这边快速的一个导入，那也可以提高客户的一个在服务方面的一个满意度。那另外在从对这个系统整合上，就是 SI 来讲，我们这边也可以提供另外一种产品叫做 Robot Cell。那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我们就是把机械手臂跟比如说像工料盘这些一些周边，我们就把它整合成变成是一个单元的一个产品来提供给客户，让客户呢节省他自行去设计这些，比如说机构啦，或者是自己要去整合的一个时间，那就可以缩短它的一个在接案上面所投入的这个开发的一个资源，那甚至缩短它的一个开发时间，那降低它的一个接案的一个成本。我想在这一个方面，那我们就可以来协助客户提高它的一个效率。那我想透过这2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在服务客户这一块呢，可以来提升这个效率跟满意度。OK， 太好了，精彩的介绍啊！在理论之外，我们更要听到一些温暖的小故事哦。我们是不是来举一些客户企业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例如说，机械手臂是如何在客户服务过程当中真正的带来有感的明显改善效果，包括在成本、效率、ESG 方面就有了一些实际的突破。好，那我先举一个例子好了。这个例子其实是在中国的西安。那这个客户其实他在做这个空压机的这个曲轴。我们大概从10几年前就开始服务这个终端工厂。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去帮忙他排查控制器的问题啊，排查驱动器的问题。
那这几年来，其实因为他们有中国有这个家电的这个旧换新的政策，所以这个冷气的这个行业其实就蓬勃发展。那他们就面临到一个问题，说，我现在缺工，找不到人，所以以前平常我们服务，我们就服务，现在客户老板发现，我想要导入这个机械手臂单元，所以在去年大概7、8月期间，我们就邀请他们的老板来我们的这个总部来看我们的示范工厂。那其实这个大概在1、2个月之后，客户就很满意，就跟我们先下单了2套这个智慧机器人的小车的单元。那用起来很满意之后，他其实陆陆续续又下了10几套的订单。其实这个客户在去年1整年，其实跟我们下了总共30、40套的这个机器人。那不仅仅是机器人，他其实也跟我们买机器人单元，也跟我们买我们的中控系统。其实，在去年的年底，他也是用了我们的这个 CMS， 就是我们的云端的解决方案。等于这个客户以前我们就是服务到现在，客户直接变成一个智能化、智慧化 ESG 的工厂。所以就是以前跟现在，我们有机械手臂还没有机械手臂，给客户的感受，客户感受是，新代不只是服务很棒，服务很及时，服务很到位，新代可以给他更多的东西。那这样对我们来说，粘着度会更高。返回来，其实新代集团也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叫做深耕计划。就是这个客户举例来说，他是做这个行业叫做空压机的曲轴。我们去盘点，还有哪一些地区、哪一些国家、哪一些地方是有在做这个空压机的曲轴。空压机的曲轴是什么？它是冷气里面的一个东西。对。那我们就去分析它的工艺，它的行业要什么样子的东西，进而去淬炼我们的 Robot Cell， 让我们的 Robot Cell 越来越棒，可以服务到更多样的这个金属加工的客户，算是一个相辅相成，跟客户一起成长的效果。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的效益真正带给这个经营的这个企业有了智能化、更聪明的一套选项但我也很想知道，在一些成本的效益，他们自己真的评估为什么他可以从本来只买1、2套，最后买了30、40套。我想这些在成本各方面的综合考量之下，的确带给他们一个改善的一个明显效果，所以他们才会决定下单，对不对？这个部分你们是不是有些数据或一些其他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更深入的知道？其实以目前的这个工厂来讲，现在也第一个少子化，所以当然请不到人是一件事情，但第二件事情就是其实所谓的用工难、招工贵，所以其实现在人力成本其实世界各地都是一样，人力成本越来越高，但是机械手臂的价钱也是1年比1年的低，因为毕竟这个市场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所以这个性价比在近几年来慢慢凸显了，所以工厂的老板会更多的选择用机械臂，而不是去请人，因为这个性价比已经出来了。再加上机器人它其实可以工作24小时，不用停下来，所以这是一个点。那其实机器人其实它也某种程度上是更加的可以帮助客户做到这种节能减碳的效益，因为它的这个碳排放量、用电量其实跟人的使用比起来是相对要少很多的。OK， 太好了。那么智慧化的机械手臂的确需要人机协作才会高效率的进行运转完成工作。可是呢，人机协作也面临着同样的许多的挑战，可否也从感测器技术、AI 演算法这样的一个角度那来探讨我们的人机协作和智慧制造有一些限制？限制的话，一定会有一些寻求突破的解方。这个解方又会是什么呢？以协作机器人来讲，它算是这几年来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这个领域，它的量还不大。像我举个例子好了，以工业机器人来讲，现在每年大概是50万以上的这个装置量，每一年。那协作机器人大概我们讲渗透率大概10个点左右，那大概就是每年大概6到7万台的这个装置量。那就如美芳姐所说，它有一些技术上的限制，那正带着大家去解决。我想第一个是它的这个泛用性，就是协作机器人比较常提到的是它的效率，就是它速度比较慢，因为它要安全。再来就是它的这个负载，它没有像工业机器人一样这么广。那其实这就需要很多的感测的技术的先进。那其实这个已经是现在进行式。你现在看到市面上的协作机器来讲，它是越做越负载越大，更像工业机器人，它的速度也可以越来越快。这都得益于现在的感测技术的越来越优良。那这是现在进行式。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就是 AI，因为人机协作有个限制是人和机的协作怎么达到最佳的性价比。现在手臂如果还不够聪明，那可能工厂的老板还是会选择用人去做，因为复杂的工作要人机协作，其实手臂也要更聪明。所以在这几年来，这个 AI 的这个蓬勃发展，
如果可以让协作机器人可以更聪明、更智慧，那我想这个导入的门槛越来越低的情况之下，人机协作的性价比就会出来。那我觉得它会迎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大爆发，在协作机器人的部分，在未来我是非常看好的。我想工厂的自动化正需要引进机械手臂、人机协作，甚至云端平台管理工厂数据。不过呢，在资安，也就是资讯安全、企业隐私这个部分的议题，也会遇到一些挑战的。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也请我们的施特助也来跟我们谈谈，这中间可能会因哪些做法，我们有来正面的来迎战这些挑战。对，我想其实在工厂导入自动化的时候，包含刚刚讲的，我们导入这些机械手臂啊，然后人机协作，甚至我们导入了云端平台来做这个工厂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管理。那虽然这些都可以提高这个工厂它现场生产的一个效率，但其实也会就是说产生的这个资讯安全，那或者说企业隐私这方面的一个挑战。尤其说当我们这些机器设备连上网之后，那其实就会面临到这些网络上的一些威胁，包含像比如说未经授权的一个访问啊，那或者说恶意软体的一个攻击，那甚至包括说这些数据的一个窃取。我想这些都是工厂或者是企业主他们在导入这些自动化或者是这些云端的时候，他们会去思考，甚至他们会担心的点。那我想在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透过2个部分来做。那第一个部分其实就是所谓的公有云。OK， 公有云。公有云，对。那其实就是说这些工厂或者是这些企业，他们其实是可以跟一些大型的这些像 CSP 厂商，比如说像Amazon 的 AWS 来合作，因为这些大型的 CSP 厂商，他们其实都会有这些专业的这些技术的一个团队来提供这个网络这个安全的一个解方跟方案，来给这些企业主。厂商指的就是这个云端服务的厂商。所以透过这些大型的这个 CSP 厂商，像知道的Amazon、Microsoft 这些其实都是他们都可以提供非常专业而且是很全方位的一个网络的一个资讯的一个保护，来给这些企业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对这个数据安全他们要求更高的这些客户，其实他们可以透过私有云的一个部署，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去架设这些伺服器。对对对，那他就可以把他们所就是这些现场工厂的一些数据保留在他们自己厂内，那不会将这些数据给外传。那当然你就可以避免这些资讯安全方面的一些疑虑。我想其实可以透过这2个部分来根据客户自己的一个需求，或甚至根据客户自己的一个能力来做选择。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算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可以选择的部分。OK， 对。好，人机协作、系统整合越来越复杂了，新代又是怎么为客户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复杂问题呢 ？OK， 我想在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看就是说原本工厂他所聘雇的一些操作员工他所熟悉的可能都是比如说像 CNC 这些的操作界面啊，或是他编程一个方式。但是目前我们市面上这些提供机械手臂的厂商，其实它操作界面甚至它的编程都跟 CNC 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对，那这个也会造成就是说其实客户他在导入的时候，他除了成本的一个考量，他其实也会担心在技术衔接上面这边是不是会有也会造成现场人员他其实是没办法去做技术衔接的。那针对这个部分，那其实我们可以推出现在有推出这样比如说像 All-in-One 的一个产品，那或者说单元中控的一个产品。其实这2个产品呢，它都可以把这个 CNC 以及机械手臂做非常高度的一个整合，让操作员呢，他可以利用他透过他原来他就已经熟悉的这些CNC 的一个操作界面啊，或者是编程的方式，他就可以做到机械手臂的一个操作。那也可以降低这些人员他的一个学习门槛。那我相信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只要现场的操作人员他们对于这个机械手臂的一个操作不再有太大的一个担心或者是排斥，
那也会让企业主更愿意去做这个机械手臂的一个导入。以新代来讲，我们的产品也都可以针对一些特殊的一些应用，提供专属的一个工艺包。那这些工艺包它的一个用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透过非常简单易懂的对话式的一个界面，然后依序的去输入相关的一些这个参数。OK， 对，那它就可以去产生对应的一个控制的一个流程。那这样子就可以让这些操作员，他也许原本是不熟悉这个机械手臂的一个操作，但由于有这个对话式的一个画面以及引导，那也就可以让他更容易去上手。我想说，透过这样的上述的这2种方式，我想都可以让原本这个现场的操作人员对这个机械手臂原本的一个担心害怕，变成他可以很容易的去接受。是，所以这样的一个工艺包就像是智慧包一样，是让我们 all in one 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是的。OK， 好，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先生呢，也看好人形机器人的前景，而引发了媒体相当高度的关注。但是，人形真的是好用吗？人形机器人和工业用的机器手臂，它的差别又会是在哪里？继续是2位的看法。好，其实我觉得它本质上是没有差异的。我们可以看，其实机械手臂它就是一只手，它有4个关节，可能有5个关节、6个关节，甚至是7个关节。装上2只机械手臂，它就是一个双臂机器人。当今天需要移动的时候，我们不管是加轮子也好，加脚也好，它就是一个人形，再加上视觉，所以它其实本质上没有差异，只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我们提供不同的构型。所以我觉得这一题的重点，到底怎么用最有效益，还是要回到工厂。以工厂来讲，其实如果我是工厂老板，其实我不在意我今天到底是人形机器人，还是工业机器人，甚至是机械狗，还是无人机，它只要可以解决我工厂的问题。工厂面临什么问题？第一个，产能可不可以提升，或者是我的良率可不可以因此提升，或者是我的库存可不可以降低，或者对工厂的管理者来讲，我可不可以减低人员的流动率，我可不可以降低控制我的成本，或者是说我可不可以让员工更幸福、更 ESG。所以我觉得回归到工厂，就回归到效益。那根据每个工厂它不一样的需求，那我们提供最合适的机器人，这应该是工厂老板都想要看到的。OK， 所以如果黄仁勋下一次在开记者会的时候，旁边不见得是站人形机器人，对不对？也可以站机械狗，也可以站无人机，都可以。OK， 是很有创意的啊。好 ，OK， 那么从目前的工厂第一线来看我们又是怎么看人形机器人或是机械手臂对于客户的这个价值这样的一个性价比所在呢？其实我刚刚讲的就顺便也回答了这一题了，就是还是要从工厂的这个经营面回来看，就是人形机器人、机械狗、无人机，它就是一个载体。那真正回到工厂运营的这个价值，还是要从工厂的管理角度回来看。对 ，OK， 好。那么展望未来 ，AI 科技、机械手臂、云端平台对于工厂的意义又会是什么？新代集团在其中当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关键性角色呢？那么是不是请2位也发表你们的看法，也稍微做一个归纳结论，带领我们听众朋友更加的深度了解 ？OK， 好，我想展望未来，现在 AI， 然后还有机械手臂以及这个云端平台，确实是已经在深刻改变这个工厂的一个运作的模式。对，那也在推动这个智慧制造的一个前进。那我们可以去设想说，其实，在工厂里面，我们这个透过这个云端平台，那我们去大量的收集现场这些机器设备，甚至是机械手臂的一个资讯，那将这些资讯带到后端，那透过 AI 模型来做这个分析，那甚至做这个决策，对，那再将这个决策呢，再透过网络传到现场这些机器设备以及手臂，那我想他们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完整这样的一个就是生产的一个制造线。这样的一个系统其实可以非常的就是将这些资源做一个最佳化，对，也可以减少这些像材料啦或者是时间的一个浪费，对，让这个生产的一个资讯效率可以提到很高。那其实新代在这个长期以来，我们就是着重在这些像 CNC 车铣床的控制器、
接手臂还有云端平台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就是开发以及发展。那也可以提供给这些客户包含自动化以及智慧化的一个服务方案。透过这样的一个提供完整的一个电控系统呢，跟自动化的一个解决方案，我想我们可以来协助这些客户来完成未来智慧制造它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一里路了。那我们也非常期待说，每一个使用我们产品的一个客户呢，可以跟着我们可以跟着客户一起来茁壮，尤其是台湾的客户。太好了，确实如此。新代的云端平台和系统整合，让我们看到了希望，铺平 AI 落实到工厂的最后一里路。今天非常谢谢2位精彩的分享，那么也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智能杠杆，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